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他太软弱，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让人牵着鼻子走。这是苏联的前领导人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勃列日涅夫竟然能够执掌苏联18年之久，成为苏联历史上在位时间仅次于斯大林的领导人。那么平庸的勃列日涅夫为何能在政变后成为苏联领袖，又是如何能执掌苏联18年都没有被赶下台的？1964年10月份，苏共中央的多名领导人联起手来，在悄无声息之下成功发动了一场政变，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给赶下了台。这场政变的主要参与人员除勃列日涅夫外，还有苏斯洛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等等多名苏共高层。最终在众望所归之下，勃列日涅夫被选举为苏联新一代领袖。虽然勃列日涅夫成为了第一书记，但外界很多人都对这场政变众说纷纭，认为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主谋，也不是能够最终拍板的人。换句话说，勃列日涅夫只不过是这些阴谋家们摆到明面上的一个傀儡罢了。之所以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也是因为以往勃列日涅夫给人的印象就是平庸，儿童及少年时代的勃列日涅夫各方面都是平庸的，直到他成年之后遇到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借此机会加入到军队当中，并干得小有成色，获得了少将军衔，逐渐被更多人所熟知。勃列日涅夫也是幸运的，他在乌克兰工作时成为了后来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助手。赫鲁晓夫看他为人忠厚诚恳，做事业努力认真，就不断提拔他做自己的心腹。不满50岁的勃列日涅夫就进入到苏联权力中心，成为中央书记。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勃列日涅夫无论是平时的工作表现还是为人处事，都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才能。尤其是他本人没有什么主见，总是被别人左右观点，唯一的优点就是听话。这也是赫鲁晓夫选择他作为新的接班人的重要原因。赫鲁晓夫在位期间要打倒斯大林，并大搞国防工业和宇宙航天技术，勃列日涅夫总是不发表任何反对意见，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支持，赢得了赫鲁晓夫充分的信任。不过勃列日涅夫却生得仪表堂堂，颇有武夫风范，这与他的能力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仅赫鲁晓夫觉得他没本事，连许多接触过他的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的印象。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曾经接触过勃列日涅夫几次，他一直都觉得勃列日涅夫看起来有点木头木脑的，反应很迟钝，而且谈正经事时话也不多。所以政变之后，勃列日涅夫能成为苏联一把手，也让他很是迷惑。此次苏联宫廷政变的真正幕后推手苏斯洛夫和谢列平也是这么认为的。当时苏斯洛夫是苏共中央的书记，也是促成这场阴谋政变的发起人。谢列平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是政变的实际操控者。这二人在赫鲁晓夫倒台之后，开始了最高领袖大位的争夺战，两位谁也不服谁，争权一度陷入到了僵局。为了尽快稳定住局面，也避免两败俱伤，二人一合计，便想先将勃列日涅夫推上去，毕竟他是政变的主谋，还是党中央排名第2的人物，最主要的是听话。就这样，勃列日涅夫被当作傀儡接任了苏共第一书记的职务。然而勃列日涅夫欺骗了所有人，他对赫鲁晓夫的忠心耿耿是伪装的，那他的木讷没主见难道就不能也是假的吗？勃列日涅夫如愿成为苏联一把手后，还无法掌握绝对的权力，所以在他执政初期采取的是3驾马车机制，也就是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3人并列为党的领导人，然后国务总理、国家元首分工合作。此刻的勃列日涅夫还是众人捧上台面的傀儡，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集体领导的体制，遇到任何国家大事都需要与苏斯洛夫等人商量。勃列日涅夫本人也表现得特别谦虚，总是说自己这不行那不行，需要得到其他同志的帮助，并且在没有其他同志完全赞同的情况下，从不博取任何行动。他谦卑的态度让那些支持他的人都很满意，同时也让这些看不上他的政客们更加掉以轻心。要想掌握绝对的权力，勃列日涅夫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先打倒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正是在宫廷政变中立下大功的行动执行人谢列平。谢列平直接掌管着苏联的特务组织克格勃和警察组织社会治安部，相当于锦衣卫和禁军，所以只要谢列平愿意，他随时就能振臂一呼，再次发动政变。最重要的是，谢列平比勃列日涅夫年轻，未来很有可能将他取而代之。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步就是和苏斯洛夫联手，来一招釜底抽薪，砍断谢列平的左膀右臂。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是谢列平的得力干将，勃列日涅夫就将他调离中央去做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让自己的心腹安德罗波夫接替起克格勃主席职务。当这项任务宣布时，勃列日涅夫命令莫斯科卫戍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克格勃兵变。还好计划很顺利地完成了。接下来勃列日涅夫又要砍掉谢列平的另一个臂膀，社会治安部的季库诺夫，
一天，中央委员会下达指示，告知季库诺夫要让社会治安部恢复原来内务部的名称，并加强内务部的作用。理由是社会治安部是赫鲁晓夫改的名字，现在打倒了赫鲁晓夫，就必须纠正他犯下的所有错误。季库诺夫听到自己的权力要被加强，开心的不得了，便立即同意了。但是看到内务部部长的任命下来后，他傻眼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由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小洛科夫担任新的内务部部长。季库诺夫也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了。谢列平的左膀右臂被砍掉后，便轮到了他自己。此时的谢列平不仅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还是中央书记，并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是苏联高层中唯一一个横跨党政两个系统的高级干部，可谓位高权重，难怪会成为勃列日涅夫最大的威胁。于是勃列日涅夫收买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一致通过提名谢列平兼任全苏总工会主席的决策，同时撤销谢列平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勃列日涅夫对外宣称，这是为了让谢列平能够集中精力抓好书记处的工作，但是谢列平何尝不知他的目的，但也无可奈何。后来勃列日涅夫又抓住了谢列平在工作上不顺利的时机，撤销了他全苏总工会主席的职务，不允许他回到书记处，最后更是直接将他踢出了政治局。自此，谢列平彻底失去了攀登上苏联权力最高峰的资格。很显然，扳倒了最大的竞争对手，对于勃列日涅夫还远远不够，因为他要的是绝对的权力，哪怕和他站在一起的盟友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也难逃魔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加入到了苏联的阵营当中，但是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让其越来越贫困，以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想要进行经济改革，摆脱苏联模式，被称为布拉格之春。后来苏联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让其改革失败，没有脱离控制。此事件让原本坚持集体领导体制的勃列日涅夫改变了态度，在他看来，捷克斯洛伐克执意要走自己的路，以及对其用兵还要经过政治局投票决定，主张出兵的人只以微弱优势获胜，这些都是没有绝对权力造成。勃列日涅夫认为，不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和自己信得过的人的手里，关键时候一定会吃大亏。所以事件之后，勃列日涅夫就加快了集权的步伐。早在1965年苏共23大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不仅扳倒了谢列平，还选出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央委员会，共有195名正式成员和165名候补委员，并将中央主席团改组为斯大林时期的中央政治局，从第一书记成为了总书记。这时便已经开始了从多元化领导往一元化领导的转变。集权的步伐加快后，勃列日涅夫就毫不忌讳地把自己的手伸入到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权力范围内。勃列日涅夫先是在中央全会上激烈批评柯西金领导的经济部门的工作，紧接着就大张旗鼓地会见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部长，同他们大谈农业问题，讲了身为总理的柯西金的工作。与此同时，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的职权范围也被勃列日涅夫插手。比如布拉格之春事件后，苏联谋求与西方国家和解，不是国家元首的勃列日涅夫主持了与西方国家的谈判，这使得西方国家的礼宾人员惶恐不安，一时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位苏联领导人。后面谈判结束后要缔结的重要条约也都是由勃列日涅夫签字。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三驾马车体制也就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勃列日涅夫实现了大权独揽的目的。到了1976年，勃列日涅夫又在军队中的影响取得了绝对领导位置，兼任国防会议主席，并领苏联元帅的军衔。在整个苏联历史上，只有斯大林和他是拥有元帅军衔的领导人。至此，苏联的党政军大权尽被勃列日涅夫掌握。曾经那个被人人看不上的平庸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苏联的独裁者，没有人再能撼动他的地位和权力。斯大林，苏联历史上色彩最鲜明的一位领导人，也是外界评价严重两极对立的一位国家元首。他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带领苏军赢得对德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因此受到社会主义世界万千群众的追捧崇拜。但与此同时，他又是苏联大清洗运动的主导者，其铁血冷酷的作风甚至让自己的亲人都感到胆寒。尤其在晚年，身边人对他的恐惧大于崇拜。那么斯大林晚年究竟有多残暴？斯大林成为苏联总书记，手中权力无限，但斯大林能否严谨慎重地使用权力，我心里没底。这是列宁晚年病重期间眼看国家大权落入斯大林手中后发出的由衷担忧。从现实结果来看，列宁的忧虑不无道理。1924年1月21号，随着列宁与世长辞，斯大林正式接过苏联国家大权，并由此走上了一条高度集权统治道路。斯大林个人高度集权的一大表现是将党政军三权归于自己一身，将个人凌驾于所有组织和个人头上，并打着集体的名号，不断将权力向中央向自己手中收缩。1920年起，斯大林就是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
1922年4月3号，斯大林又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列宁担任这个职位期间，总书记的权力并不大，可当斯大林上台之后，一切都变了。斯大林开始以总书记的身份接过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掌控着党和国家各方面的权力。彼时，并重中的列宁组建了以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三轴为核心的临时领导机构，本意是让三人共同主持国家工作。但由于斯大林的强势做派，再加上其身背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等各种领导人头衔，另外两人的权力不断被剥离。三人领导小组很快成为斯大林一个人的天下。列宁也察觉到斯大林个人权力高度集中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不过考虑到新生的苏联正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威胁、国内经济困难等一系列不安定因素，国内需要权威，所以列宁还是支持了斯大林的领导工作。然而殊不知，正是这次妥协给斯大林后续的权威统治埋下了伏笔。1924年初，列宁离开人世，其试图推动的苏维埃领导体制改革骤然停止，斯大林个人高度集权问题的解决也没了后文。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迅速将所有大权收归一身，同时斯大林还借助列宁逝世与纪念活动大搞对列宁的个人崇拜。或许斯大林推崇列宁的初衷是为继承列宁主义事业，但在推动塑造对列宁的个人崇拜过程中，客观上也必然掀起一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毕竟斯大林被视作列宁主义的继承人，个人崇拜愈发加强了斯大林的高度集权，斯大林的权威得到空前加强。然而不久，这种模式便显化出了恶果。30年代后期，纳粹党在国际社会掀起的腥风血雨，并在许多国家培植起间谍力量。动荡的国际形势，再加上风声鹤唳的社会氛围，让猜疑心极重的斯大林在苏联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1936年7月29号，斯大林下达了有关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密信，由此来拉开大肃反运动的序幕。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16人苏共领导集团被斯大林送上审判法庭。很快，所有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苏联内部的动荡被德国纳粹间谍机关捕捉到，他们利用弥漫在苏联全国上下的怀疑氛围，伪造文件，制造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与德国军部秘密联络的反间计，并假借斯洛伐克侦探机构透露给斯大林。被蒙在鼓里的斯大林震怒，立刻下令逮捕了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7位苏联军区将领，并执行枪决。随后2年时间里，苏联高层人心惶惶，11位副国防级别的将军，80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8位海军上将，2位军方元帅，以及90%集团军将领，3.5万名军官被清洗掉。肃清运动除针对军方各部领导人，还将矛头对准了社会各大阶层。1937年7月2号，斯大林下达命令，大部分从前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方的富农、刑事罪犯是形形色色的反苏罪魁祸首。依照斯大林的命令，这批本就处于改造和服刑中的人员迎来了第2轮审判。被审判者分为2类，一类是立即逮捕并予以枪决的，另一类是应在集中营监禁8至10年的。2类人中，斯大林都下达了一定限额，要求各省区必须逮捕、处死一定人员。按照斯大林的规定， 25.9 万人被逮捕， 7.3 万人被即刻处死。当然，这并不是完整数字，因为斯大林的肃清名单中并未罗列出全国所有地区，且命令下达后，各地又要求增补追加名额。此外，一些被镇压者的家庭成员也被连累遭到流放或监禁。1937年，斯大林又将矛头对准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对其展开了大规模驱逐政策。其中最大一次行动莫过于将远东边疆朝鲜族人全部迁移至哈萨克与乌兹别克境内。据统计，自斯大林下达命令起，短短几个月内就有17万朝鲜族人流离失所，被驱赶到异国他乡的苦寒之地。时间来到1938年，苏联迎来肃反运动大恐怖时期。苏联政治局一再扩充镇压富农、刑事犯名额，并不断扩大肃反群体。到后来，波兰人、德意志人、芬兰人、伊朗人等群体纷纷登上斯大林的清洗名单。从1938年2月至8月，苏联政治局的肃反限额上涨了9万人，被就地枪决的人员根本数不清。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国内外媒体的疯狂造势，让苏联境内的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不断恶化。到后来，但凡历史上有过任何污点的人，都会被拉出来整治、逮捕、镇压。据统计，至少有130万人在这场肃清运动中被判刑，68.2万人被直接枪决。斯大林发起的这场大清洗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他从上到下打击了成千上万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众，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重大摧残。后来，苏联在苏德战争前期墨守成规，谨小慎微，不敢冲破禁锢进行改革，
以至于遭遇惨败，与这场大清洗运动造成的后遗症密切相关。而苏联国内形成强大的保守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走向固化，以至于最终走向崩溃，同样与这场清洗运动脱不开关系。换言之，斯大林的武断作风一定程度上摧残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也间接造成了苏联日后的解体。可不自知的斯大林到了晚年时期却愈发残暴多疑。毫无疑问，斯大林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一句话可以轻易决定人们的生死，同时他的一个眼神也会让身边的亲密战友不寒而栗。迟暮之年，斯大林的残暴做派、多疑性格发展到了令人胆寒的地步。临终前不久，他更是被诊断出患上狂躁性恐惧症。吃饭时，每一道菜都需要别人当面尝过他才会吃。身边多年来侍奉左右、忠心耿耿的下属，他也一个信不过。斯大林身边最为人熟知的两大公顺人物波斯克列贝舍夫、弗拉西克，后来全被他解职送进监狱，甚至就连自己的医生斯大林也常常怀疑。斯大林认为所有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和恐怖分子，随时可能要了自己的性命，因此谁都不知道斯大林的真实健康状况。不光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连斯大林的家人儿女都对这位暴君的行径感到胆寒。妻子娜迦因为斯大林的武断做派、残暴行径，选择吞枪自尽。在他之前，娜迦的舅舅、姨妈等亲戚也早已惨死于斯大林发起的肃清运动中。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初恋对象被斯大林抓进监狱，关押10年。深受打击的斯维特兰娜2次结婚，2次离婚，最终选择与父亲断绝来往，前往西方定居。就连最亲密的妻女亲人尚且对斯大林心怀怨恨和不满，深受斯大林暴行之威慑，更何况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不觉中，苏联民众对斯大林的追捧和敬重早已悄然转化为恐惧和胆寒，以至于斯大林病危之际，也无一人敢上前询问遗嘱之事，导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坛留下一片权力真空，为后续的国家权力争夺与政坛动荡埋下了伏笔。斯大林的一生注定会遭到后人的批驳和评判。他是领导苏联走向强盛的功臣，是将列宁主义道路发扬光大，带领苏军打赢对德国纳粹战争的英雄。但光辉和荣誉掩饰不了他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肃清运动对无辜之人的镇压和暴行，一桩桩一件件血债均陈列在案，这是无法抹去的事实。至于斯大林究竟功过几分，该如何定义评价，这注定是一个难下定论的问题。